大家好，我是邱平，我现在在陕西的关中平原。说到关中平原，大家可能会想到的就是800里行川，这个算是一个父老的代名词。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说法呢？就是因为我身后这样一条水渠，郑国渠，2000多年修建的，到现在仍然使用。那么这个郑国渠使关中平原有了800里行川这样的说法。今天我们就来探索一下2000多年还在使用的郑国渠到底是什么样子的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大的作用？下面这条水渠就是郑国渠，旁边就是泾河，因为郑国渠的水啊，算是引泾河进入那个关中嘛。这边呢，应该算是郑国渠的渠首，属于关中平原的西北部，这边海拔稍微高一点，大概是370米到450米之间。那从这个地方呢，向关中中部以及东南方向一直下去的话，是越来越低。那么泾河之水通过这条水渠进入到关中平原进行灌溉，那么就使下游的关中平原由最早的水资源不丰富而变成了水不缺，那就是郑国渠是进入关中平原的一项灌溉工程。就跟我们现在去北方看到的那个南水北调一样。郑国渠是秦王政公元前246年动工，在关中兴建的大型引进灌溉工程。关于修建这个郑国渠，其实还是有时代的背景的。在春秋战国时期，特别是商鞅变法之后，秦国的实力越来越强，秦国、楚国、赵国等等。那像秦国还有楚国，他们是强大的诸侯国，都有想自己为中心，希望能够统一全国。所以说，战国时期他们7个国家经常打仗，当然主要是秦国和其他的东方6国对打，经常是混战。那特别是秦国经历了商鞅变法，他的军事实力在7个国家应该是最强的。那么关中作为秦国的基地，他当时首都是在咸阳，他要统一全国的话，并不仅仅靠军事实力，还必须要有强大的经济力量，以便呢能够在统一全国的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。那么要有强大的经济，就必须要发展关中的农田水利，以提高秦国的粮食产量。尽管说当时秦国有一个天府之国，它的粮食、经济包括军事，在所有的国家应该算是最强的，但是呢，有天府之国还不能够立于不败之地，所以秦国就更要进一步的发展水利，要把800里秦川这个关中平原打造成肥沃之地。那自然而然的话，修建水利设施就必不可少。那在古代跟现在不一样，他当时主要是必须要找到一个精通水利的人来带头去修建。那刚好那个时候就有人送上门来了，跟秦国一拍即合。在战国7雄当中，韩国是属于秦国的邻居。当时秦国的国力蒸蒸日上，越来越好，而韩国的国力呢，却是每况愈下。其实说起来，韩国的实力一直都不是太强。只要秦国想东出，或者是跟东方其他国家有一些联系，韩国呢算是必经之路。所以说，韩国经常会跟秦国打仗，但是韩国基本上是不堪一击的地步，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被秦国吞并。公元246年，韩国的国王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，他想保住他的韩国，采取了一个我们现在看起来很弱智的方法，就是说他想拖垮秦国的经济。于是呢，就派出自己国家著名的水利工程师郑国前往秦国，向秦国呢游说，在泾水和洛水之间穿凿一条大型的灌溉渠道，也就是说可以能够发展秦国的农业。大家都知道，我们现在修建一座大型的水利工程都要耗费很大的人力、物力、财力，而在2000年前要修建更是如此。所以说，表面韩国的作用是说要帮秦国，其实呢，真实目的是想消耗秦国的国力，拖垮秦国的经济。作为郑国来讲，他肩负了艰巨的任务，而秦始皇来讲，他希望有一个人能够帮他做这项伟大的工程，于是相当于是
一拍即合，作为两个人来讲都很有目的，最终的目标却是实现了。公元246年，郑国带着任务来到了秦国，向当时的吕不韦还有秦王嬴政宣扬修建水利的重要性。刚好当时秦国也想发展水利，于是很快的就采纳了这诱人的建议，并立即征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，任命郑国为主持，兴建这样一个大型的水利灌溉工程。它是西引泾水，东注洛水，长度达到150公里。泾河是从陕西西北部群山中冲出，流至礼泉，进入关中平原。平原东西数百里，南北数10里。平原的典型特点就是西北越高，东南越低。郑国渠就是郑国修建的渠道，充分利用了这有利地形，在礼泉县东北部的谷口开始修建干渠，使干渠沿北面山脚向东伸展，很自然地把干渠分布在灌溉期的最高地带，不仅最大限度地控制了灌溉面积，而且形成了全部自流的灌溉系统，可灌溉农田达到4万余顷。其实这个也就是遵循了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的一些特点。在修建郑国渠的过程中，还发生了一些有趣的故事。我们一开始说郑国来秦国是韩国的一个计策，叫做疲秦政策嘛。后面这个被秦国发现了，秦始皇大怒，想杀郑国。但是郑国说不管我来的目的是什么，但是修建这个渠对秦国还是有利的。尽管说我修建了这个渠，为韩国延长了几年的时间而已，但是呢，我为秦国且建立了万世之功。当时秦王政和吕不韦呢都是比较有远见，认为郑国说的有道理。同时呢，秦国的水工技术还比较落后，在技术上也需要郑国，所以呢，一如既往仍然对郑国加以重用。经过10多年的努力，郑国渠全部完工。因为是为了纪念郑国，所以这个水渠呢叫做郑国渠。现在在陕西的关中平原还能够看到郑国渠一直在使用，相当于这个郑国渠从2000多年到现在一直在使用，历朝历代呢经过修缮。因为知道这个郑国渠的重要性，我们现在就是在渠首这里，郑国渠大概就是从这个地方起源，那个流淌的就是郑国渠。现在看起来这个像一个峡谷，其实在秦朝的时候，我估计这里就是一个平面，正是因为修建郑国渠才把这里挖开。而在这个山的背面，那里就是泾河，这个水流现在看起来是挺急的。我们脚下属于郑国渠，在对面就是泾河。由于这2年干旱，泾河的水不是太多，感觉还没有郑国渠里面的水多，可能是不是上游那个渠首进行了分流，把主要的水用于灌溉，从郑国渠流到关中大地。泾河的水最后是在咸阳那里跟渭河交汇，就是泾渭分明的地方。泾渭分明大家应该非常清楚了，这个是不是跟南水北调很相像？说起来，郑国渠也算是中国水利工程、灌溉工程的鼻祖。郑国渠尽管最早是秦国修建的，但是后面的汉、唐、元、明、清他们都经过改善，在这个渠首下游一点的位置还有汉朝修建的痕迹，到现在仍然看得到。前方这里都是一些水渠，它是属于秦汉时期修建的，只不过由于时代的变迁，这个郑国渠在渠首这些地方也是经过改道的，这些都是然后在最前方就是现在的郑国渠，当年这个地方是一个渠首。其实我们现在这个下面就是水渠，应该算是一条隧道吧。前方那里也是，像前方这些地方以前应该都是平的，都是在秦汉时期挖出来，相当于是挖了一条水渠，一条道路加一个峡谷一样。说真的，特别佩服古代的工匠，在那个时期没有器材，没有机械，完全靠人工在大地上面挖掘出了这样一条渠，了不起啊！看到顶部有一个小土堆，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当年的观察哨因为看起来有点像烽火台类似，观察人员嘛。远处那边看得清清楚楚，就跟一条大峡谷一样的。如果说这不是一条水渠，大家是不是会认为这是一条地下暗河，或者一条峡谷当中的河流？这个在云贵川那些山区是很常见的，只不过这里是关中平原，可能大家就不会那么认为。
沿着郑国渠旁边的公路行驶，一路能够看到这个干渠在流淌。大家看看，从下面到上面差不多有10多米深，现在是经过修缮的。这个郑国渠修成之后，大大的改变了关中的农业生产面貌，增加了土质肥力，农业迅速发达起来，使得雨量稀少、土地贫瘠的关中变得富庶甲天下。这个是出自于《史记·河渠书》当中。其实说的简单一点呢，800里秦川正是因为有了郑国渠才可以称得上，所以后面的秦汉唐都把关中作为它的首都所在，因为关中肥沃嘛。郑国渠是古代中国人民创造的一项伟大工程，郑国渠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历来享有中国水利史天然博物馆的盛誉。它见证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引进灌溉、治水兴利的伟大壮举和智慧，也成为中国水利史上的一个缩影，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。郑国渠遗产的保护、开发、利用，对于研究古代水利建设、弘扬古代水利精神文化、加快水利改革发展、推动水利事业又好又快又发展，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。